其实更多姐妹都担忧比较深层的问题，比如家庭环境和对方家人同住屋檐下，或许会不容易混进社交圈，无法融入，所以没上班这种现实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拍过类似这类的影片？嗨呀，大家好！还有1个小时多，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参观新开的美术馆。趁这个空隙呢，稍微的回答一下以至于工作的问题，因为我是个失业人士需要一些时间从我朋友那边收集一些资料。那因为今天这个问题呢，它涉及了很多个人的因素所以我只能以我个人的案例跟故事来分享给大家。我其实去年开始就已经跟我家公家婆一起住了。去年新年的时候呢，就想说，不然就搬来一起住吧，可以互相很好的照应对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近期的消息呢？就是有关于中国的签证陆续已经对某些国家开放了。马来西亚的话是在6月13号开放的，这无疑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就像勒紧你肥肉的裤头突然间松了一样，那么的开心。我相信也因为是这些消息发放出来之后呢，近期的后台会收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怎么说呢？好歹我们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对吧？跟中国这边的习俗还有一些华人的观念其实真的没有差很多。当然了，我也不是一开始跟他们住我们就很 happy 呀，大家都可以分工合作的很好，很有默契。不是的，我们也是需要前期的慢慢的磨合。但是呢，我觉得既然住在一起，你也不能够这么的任性，该有的尊重还是要有的。像他们老一辈带下来的习惯，就是你不能说硬要说服他们，那是不可能的。像我的家公家婆的话呢，他们其实是非常的节俭，减少浪费，不会说花钱大手大脚，也不是说到那种很病态的节俭的习惯，没有，该花的还是要花，该省的还是要省。跟他们一起住了之后呢，他们偶尔会跟我说起他们小时候的情况，我听了个人觉得是那时候是很贫苦的，所以导致说他们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有时候我跟 Max 2个人聊到小时候的时候呢，我会发现我其实小时候的环境比他好。我不敢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对吧？但是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会有这个习惯，然后偶尔的话也会去探望一下他的爷爷奶奶。然后到现在他们还在问我刚来的时候问我的问题，马来西亚有没有过新年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这个只有中国才有的，马来西亚没有。反过来 Max 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也是会这样被问的，这个中国没有的，马来西亚才有。就老人家嘛，他确实是很老了，他爷爷都快要90岁了。对老人家呢还是比较有耐心点，就不要觉得有时候他们会炫耀自己的国家，那个其实是很正常来的，不要太计较。但我把这个情况说出来，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1点46分了，我们定的是好像是2点多，去到那边好像要半个小时啊。其实我还没有说完，可能等一下就变参观了，就跟大家说。我忘了带大家。哇，我们到了，就是这个看起来一条条的白色，这就是艺术啊，各位，像不像你家的窗帘布？你说的太好了，别再说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的家公家婆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就有什么事啊都很好商量，不是特别难搞的，也不会有很多很奇怪的要求吧，普通的好人。习俗方面的话，你觉得习俗会有很大的差别吗？习俗，我说实话有，我也觉得有一点，但是呢，我们的习俗更像是安徽跟东南沿海的习俗差异。你要去什么美国啊、欧洲啊那个差异就太大了。新年吃的东西会不一样。我们俩自己觉得有差异，但实际上这个差异太小了。你想，毕竟我们还都过阴历新年、农历新年。还有饮食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有不同的。像我现在还不能够接受吃臭豆腐。然后我家婆呢也不喜欢吃咖喱，你不喜欢吃香菜，我喜欢吃香菜，然后你喜欢吃的也有我不喜欢吃的，你即使是同一个城市的人都有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你们总会在慢慢的生活中，然后会去找到一个平衡的点。我不喜欢吃猪大肠跟臭豆腐，我家婆就会趁我不在家吃饭的时候就自己煮，或者有时候我在家她也煮，就顶多我不吃就是了。然后咖喱的话我也是有经常煮的，不要觉得说她煮的你不吃然后就会生气啊怎么样，就毕竟还是住在一起，不能够太任性嘛。哇，你太矮了，看不见。
像我有个朋友，就是他不想跟自己父母住啊，因为可能很压力吧。他长大以后比较想要有自己的空间。那我就不排斥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因为你家里人太多了。哦，对对对，因为他家里人太多了，总是一群人在一起，你不可能会有自己的空间。你现在有一点啊。他有时候会说，我想要一个人待一下。主要是你太烦了。再来就是我觉得我其实很早就出来工作了，上学，在外面住有7、8年了吧。对，很长时间你是一个人住一个很大的房子。所以你可能自己一个人住太久了，因为毕竟自己一个人住还是挺不方便的。我记得我很羡慕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同学有家可以回，可以吃到他爸妈做的菜，然后有时候我就偶尔去蹭饭。你说的这也太惨了吧！真的，一个人煮有什么乐趣？虽然不知道上面有什么，但是跟着人群走。以前的话呀。然后还有一个朋友问，就是有没有婆媳之间的问题呢？目前的话是没有啦，跟我的家公家婆住简直不要太爽，好吗？家务可以分担呀，煮的菜可以变多呀，互相照顾，大家都干自己擅长的活。我还解锁了很多菜单，就比如说之前刚来的话，我只会做马来西亚的家常菜，还有咖喱。那现在的话，我会做几道安徽菜了。就有一次到我朋友家做菜。然后他就非常的震惊，哎，我居然会做青椒炒肉丝。我家婆是个动手能力非常强的人，所以我觉得跟我家婆住以后呢，就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比如说看她怎么腌香肠呀，做香肠、做枇杷膏之类的，在马来西亚没有看过的东西。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如果一个家庭你去要迎接一个外国人的话，其实这个家庭他也是需要付出一定努力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像你看起来那样的无缝衔接的感觉。我爸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跟你有什么矛盾，千万不要让你觉得说你在这边孤立无援，那样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确实是一个人如果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他一定会有不安的感觉，离开自己的舒适圈也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另外男生在中间就是两边都当狗，都很累。小飞嘛。总而言之呢，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能够遇到他们，然后离家也蛮远的，他们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可靠的靠山。在我家里的话，我是大姐，然后会比较独立一些，但是来到这里的话呢，变成了最小的，真的会非常的照顾我。就如果你真的想要避免以上刚刚说的分开住就可以了，像我的情况就不一样吧，所以都是个人的选择。如果可以重新来过的话嘞，我不会想这么多，之前想的问题都没有一个是实现。把你陌生的环境呢变成你自己熟悉的环境，这样子你就可以在这个环境活得非常的自在。当你觉得你在这个环境生活没有压力，又很如鱼得水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很好的迎刃而解。这个过程呢看个人，有些人很快就适应了，有些人需要好几年。有一句话其实说得很好，慢慢来比较快。偷偷的跟大家说，大概快要2年的时候我才敢自己搭地铁。你们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刚来的时候没有朋友的话，我不建议你们来找我咯，顶多请我吃个饭。好了，以上就是我分享的这些内容。如果对我们的频道有兴趣的话呢，不妨一键3连点击订阅关注我们，谢谢大家，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希望可以感受到大家给我一点点的支持，拜拜。